鲜味美，吃了不扎嘴啊！开封在哪儿？开封人在吃啥呢？是在开封，万物皆可，色香味俱全。开封后，请尽快食用。开封是被低估的宝藏小城，漫步街头，少了些精致浮夸，多的是松弛真实。打开这部《开封美食录》书，关于开封地道美食，本地人拥有话语权。张二，地道老开封，他每天要经手200斤小鱼。那个小鱼就是在那黄河边野坑里的鱼，到镇上叫白点。一挤，一个一个把肚子里的东西挤出来。2拌，用干面拌。3晾，晾1个小时，再下油锅。接下来，它的汤底有一点很特别：花椒、茴香、乌龟、两节、砂仁、豆蔻、小丁香，20多种大料配制而成，都有比例，啥长多少，啥长多少，这是一定的。清水熬出这个汤，熬滚以后，葱姜蒜、大葱、大姜、大蒜，再配了点胡椒，往里一撒，滚好大料水往那一浇，锅盖一焖，20分钟，请吃了这个鱼。汤鲜味美，吃了还得不扎嘴。炸好的小鱼金黄焦脆，码放整齐后，老张底气十足，赶在夜幕降临前来到摊位。西四夜市是老开封人心里top1的夜市。哎呀，王门啊！黄焖鱼在夜市的地位，如同老张在西四夜市。我是在西四夜市第一人，西四夜市创始人之一。一条平平无奇的小野鱼，在夜市第一人老张的一番操作下，摇身变成一碗小鱼团见，开封名小吃黄焖鱼。据说这道菜的起源与一位皇帝有关。宋太祖赵匡胤在黄河边偶然遇到一个卖会这小鱼的老饕，赵匡胤随口一尝，就被平平无奇金色小鱼圈粉。把小鱼炸焦后，盖上锅盖焖煮，也象征着焖煮黄河水。别再一出来搞事情，黄汤金鱼加盖锅焖煮，这个街头小吃便称黄焖鱼。老张将炸好的小鱼汇入料锅里，小火慢炖，鱼刺也在炸炖的反复里变得筋骨酥软。老少皆宜，小孩儿3岁都管吃，老人家磨牙的老头都管吃，很受大家的喜爱这个小吃。哦，老板找钱。咱开封人都好吃这个黄焖鱼，小鱼小，小白条。这个鱼呢有啥好处啊？含钙量高，鱼身上净饱啊，鱼苦淡，它虽然吃入有点苦味，但是它明目。从鼓楼夜市到西四夜市，从宋门夜市到学院门夜市，开封城的夜市有排外情节，排除不好吃，清除不地道。想在开封城夜市常年拥有一席之地，在各科考核中必须名列前茅才行。而老张绝对是夜市一条接力的卷王。大概在7、8年吧，那时候才10来岁，跟我老父亲就学做生意，卖过凉粉，卖过胡辣汤，卖过豆腐脑，卖过兔肉，卖过茶鸡蛋，卖过烧鸡，啥都干。慢慢的黄焖鱼算稳定住了算。那时候兴下岗，很多我认识的朋友，我说来吧，在家没事摆个酒，摆个摊儿，别在家闲着强。从一开始4、5家，天天都增加，慢慢形成个市场。西子广场整个都是夜市，卖吃的、卖喝的、卖啥的都有了。哎，最开始就我一个人给那儿卖。被低估的小鱼走进了夜市的烟火里，深谙小鱼秘密的老张也不藏着掖着。徒弟都是跟着我学嘛，东西不能失传。学会以后，
还有那个叫他们自己给他们扎摊儿，哎，给他们分呢，河南省各个地市都有，还教给他们学叫卖。烟火升腾的夜市摊，深夜的美食不设防地闯进路人的胃里，能约好在夜市见，关系肯定是到位的。卸下白天的人设和包装，没有精致的摆盘，热汤冷饮直接在胃里相见。他想吃鱼了都是来，不中，从郑州开到这儿之后吃一碗黄焖鱼，牛二又走了，还不够车费钱呢。任何时间，任何地点，只要告诉老张，你想吃鱼了。无论外面的风浪多大，这里的价格一直不变。这是老张和食客们的一次次双向奔赴。说起来，小吃这只是一种味儿，但是它也是一种乡情。你吃了你忘不掉。你如果上外地，几年人回来了，还得想回开封吃这一口。在开封，民间食评人散落在各个角落，隐藏起这座城的过往与辉煌，在烟火缭绕的无名小摊中嬉笑怒骂，感受人间烟火的喧闹，市井生活的真实，体验食物带来的20分钟效应。吃一口黄焖鱼，你会发现生活的滋味就在这人间烟火中变得近儿了。何为江湖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任何社会，你不管在哪儿，它都是一个江湖。闯荡江湖时，仿佛是必打卡的江湖集结地。开封有一个地方，侠义与热情搅拌出一波鲜香的五湖四海。无论是寒冬腊月，还是炎炎夏日，总是弥漫着江湖气。它是四门。每到凌晨，沙家总会准备一场秘密仪式，制作全部按老法全部手握，切换成工作状态的老沙，像个六边形战士，有序安排着一头牛的后半生，2-3年本地公牛，变成了这场仪式的主角。夹心带血的生牛肉，先在花椒水里泡上40多个小时，让腌料毫无边界感地钻进牛肉的每一寸肌里。屠宰、分割、腌制、熬缸、下锅。牛肉被逐块投入铁锅，只有木柴的火苗才能与这场仪式相配。在此后的6-7个小时里，任由热浪与时间将其磨练到软烂酥香。滚肉出锅，嚼着干巴巴的，像是饱经风霜的老江湖，但一口下去，那酥烂的口感立马把你骗了个彻底。软嫩中还带点嚼劲，肥而不腻，不柴不面，这便是沙家牛肉。老汤日复一日地累积着这座城的记忆，沙家的味道就这样通过铁锅、木柴和一宿的耐心，夜晚的精力都汇聚在了这一口浓香的牛肉中。开封老街四门，江湖味浓的能捏出这这里没有小资情调，有的只是大块吃肉，大碗喝汤的肆意。闯进四门，感受开封人的硬核生活。赵家4味菜不只是个早餐摊，是东大四门的定海神针。别看这只是普通的煎炸猪炖，这其中可是藏着30年的江湖传说。每天清晨，赵家摊位如同战场，老客们早已备战多时，谁都不想错过这口正宗的开封味。忙活一上午的老赵不善言辞，但闷头就是干，立马又投入到下一轮烩菜中。老赵的邻居老沙也开始把卤好的牛肉摆出来，要你是第一次来，还能听到报菜名：焖瓜肉、猪肉丸子、羊肉汤、胡辣汤，早点丰富都在三四门。说相声的是沙家品味来酱牛肉第4代传承人沙梦龙，他是个实实在在的开封城的伪粉。你看我去别的城市，你看有了大都市，多高楼大厦，没有咱这开封这个老味儿。看着也
不舒服，也不习惯，也可能是咱是主观的，搁这儿看到那个高楼大厦就是看着晕，来开封看着舒服，心里头。这谁能听出来他是咱山东大汉呢？俺老家是山东的，是我爷爷的父亲从山东来开封，有个生意啊，他主要牛肉买卖。光绪23年，镖师出身的沙金彪融合自己奔走各地的美食见闻，开始卤制牛肉，并在开封娶妻生子。自此，沙家味道逐渐开创出一片新天地。性格比较直，正义，还得不能见弱者。走大街上，他能看见，就是也不是咱不是说也不是骗子，不是啥，现在上学了没钱的，他兜里能有几千块钱，他都搁到那儿给人家了。他们一路来说，你知道他骗不骗的？咱那看着怪可怜人的，他都是带性格人，不能见人那个人家那个啥。为人豪爽仗义，煮肉美味公道，久而久之，东大寺门前这条清平南北街上，就多了个老百姓念念不忘的开封味。沙家品味来酱牛肉金字招牌，正像沙家在寺门的传奇故事，一传百年。就沙家，这个他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。他们家的这种传奇，就让我特别愿意跟他们。你到哪儿一碰到什么事儿了，你把他的名字撂出来，管使管用，知道吧？这样久而久之，这个就成，后来就成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了，非常好的朋友。所以他们对我影响特别大，所以我在我的几乎是所有写开封味的作品里，都有他们沙家，因为我太熟悉了。尽量保持咱的原汁原味，做好自己的东西，还得坚守，这是最主要的。沙梦龙口中的开封城老味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可意会无言传。你可以从胡同里斑驳破旧的门头青砖中寻得一二，偶然会在街头巷尾调侃笑骂的街坊邻里中感受片刻。总之，这是一种亲切的有温度的情感气氛。手工制作，使用劈柴煮肉。这样声音装好，好好做声音，你们多给点，不是少给点啊！好，装。一块牛肉可不只是沙家的招牌，更是沙家人的江湖信条。不管你是南来的，还是北往的，不论你是孩童还是老汪，都能妥妥嚼烂咽下这浓浓的牛肉香。一块肉里藏着沙家汉子那份铁骨铮铮。你以为这只是吃肉，错了，这是一场味觉上的江湖闯荡。江湖味弥漫在开封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个人都在漂泊中找寻自己的落脚处。这里有兄弟有侠义，更有让人难以忘怀的老味。江湖不远，就在四门等你。复兴坊街区这片开封的网红街区，藏着一锅老汤，炖着的是开封人最地道的生活味。在这里可以实现社恐阶段，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子亲切。今天来这儿吃饭的，那都给你打招呼。你要就不给这儿，他就不吃了。他非得看见老人说两句笑话，他才来吃。我烩面差点就肚地上养上过味。只要你来，保证头回客，别回头客。周记烩面当时是建立在清朝初期，当时俺妈妈也叫杜金蝶，她给这片买了个地儿，盖了一个房。当时她卖大碗茶，后来改成汤锅。
慢慢这开始卖看门脚，卖烩面，延至到至今。胡同还是那胡同，小楼还是那小楼，只是时过境迁，现在掌勺人已经传到了第5代。学的应用电子还是开封那些厂比较少一点，而且我比较喜欢做饭，也算是对口的。像咱家一般就是那种羊肉烩面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汤面饺，这2个比较出名一点。因为它那个本地山羊的肉和骨头煮出来的汤它不膻，然后呢煮汤的时候一定要用大火，大火出来的汤是白色的，如果是火不够的话，那个汤就是随便煮，它就会发青发淡。汤的话不能煮得太浓，就是一般的话就是刚发白有一点的时候，不能让它煮成了乳白色，就煮的就是稍微白一点的时候就可以了。如果太白的话，就那个汤尝起来会比较那种艳。当李克遇到做饭，他会用眼神告诉你，羊肉烩面的秘诀在于汤的分子平衡，面团的质地，羊肉的肥瘦比例，甚至汤汁的注入时间，都是他烹饪配方中的关键变量。一碗面，一锅汤，没那么多的花哨，却是开封人心里踏实的家味道。要说羊肉烩面的经典饭搭子，汤面饺肯定在榜1。汤面是精髓，饺是形状，开水烫面，揉至光滑，再捏成小小的饺形，里头填满肉馅。馅儿的话，一般的话用就那个羊的那个肋条那一点，就是那肥瘦适中一点，稍瘦一点点。然后那个馅儿的话，一般我们都是就是直接搅2遍，搅2遍的话，那个肉会更加细致一点。然后加老汤的时候，就打汤的时候，它会更容易往里面打一点。一定要保证的就是皮儿要薄，馅儿要大一点，然后就蒸出来蒸饺的汤汁会比较多。开封的胡同里不仅藏着一碗下肚吃出自来熟和分子平衡的肚脐烩面，还有清真10大碗被一字摆开，这代代传下来的顶级吃喝仪式，风味绝对给你拿捏住。每逢这个春节来临，都会准备这个清真10大碗。逢年过节、婚丧嫁娶，还是兄弟朋友相聚，这10大碗都是必备，包罗万象，朴实无华，大汁大芡，大碗盛放，料厚重，味纯汤清，没点厨艺功底，可真做不出这股子霸气。10大碗由5个蒸菜和5个炖菜组成，把羊肋条肉煮到6成熟，切成拇指大小肉片，料头的鲜香一头扎进了肉里，完成了大料的使命。大酥肉和小酥肉，一大一小，不是体积差，而是烹饪讲究。大酥肉肥瘦相间，炸后再蒸，油分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完全让它在蒸汽中乖乖溜索，外面软烂，里面鲜嫩。小酥肉则是瘦肉筋筋的，越嚼越有味。蒸炖炸煮一套下来，仪式里透着家常，锅里煮着讲究。10大碗是开封人的宴席神器，更是回民祖辈们在开封这片土地上扎根的见证。带着牛羊肉的绝活和开封本地的食材来了一场味觉联姻，解锁了10大碗，就等于解锁了这座城的老底子。它是开封人心中那份稳稳的幸福，不用上天入地追求什么奢华，就在家门口的胡同里，锅里咕嘟咕嘟煮着，不奢侈，却实在，平平淡淡，却能一直撑到岁月尽头。都是熟人，从小跟你搁这长大了，对这个街的感情是特别深的。你比如说这个人情啊，这个住宅啊，这个大杂院吧，咱现在一出来都是给这老百姓说说话，都比较随和。光就我这个地儿对这个感情确确实特别深。
就原来俺那个房车破旧的小屋，当时这个盖起来以后，这政府又把它恢复成原来的面貌啊。市政府他又给咱修街道，去年修了一回，今年修了一回，现在是街道一干净了，二整洁了。味道地道，生活地道，人们吃着食大碗，喝着羊肉烩面，聊着过去，这些地道的味道是老开封人不变的坚持。所谓地道，就是开封人不折腾，不花哨，一切从简却从不简单。吃的不是花样百出，而是真正能让你从心底里踏实的味。一杯宋代点茶，一口花生糕，一碗老上元宵，来一场穿越，不需要时光机，从现代人的烦恼中逃脱，梦回宋朝，一世感满阁。有这么一位茶人，他的拿手绝活不是喝茶，而是打泡泡，不是肥皂泡，是茶泡。中国第一茶文化在开封，这种文化的它的高度呢，它的影响力之广呢，也是我们所谓惊叹的。至今的日本、韩国还有一些东南亚地区呢，都在重复着宋人的茶技，怎么会在茶汤上形成字画，怎么能把惨黑色的茶打成像雪一样白。感受喝茶中的拉花艺术。古代版的奶盖茶，茶粉要细，水温要准，手腕要稳，茶中有画，画中有茶，才是点茶功夫的最高体现。说起来，宋代的点茶法呢是非常复杂的。点茶是注水积浮茶汤，把茶汤呢打出来喝。点茶最过瘾的就是那一口绵密的茶泡，入口即化，轻轻一抿，仿佛一只云彩在嘴里散开。我心目中的开封呢，1000年前是非常棒的了不起的一个城市。宋代的制茶工艺和现在的不同，它有2种制茶工艺。蒸青羊羔法呢，就是给皇帝制茶必须用蒸青羊羔法。徽宗皇帝呢用的是小竹板，通过7次注水、7次积浮来击打茶汤。蒸造之法呢，就是百姓喝茶是蒸造之法。恢复点茶呢，我们只能从形式上恢复，因为当年的制茶的盛景我们是恢复不了的。一个是宋代宫廷的泡沫艺术，一个是100年传承的甜蜜工艺。点茶配花生糕是独属宋代人的双拼套餐。主要是玩糖，这个熬一糖。如果这个熬这个一糖你熬到一定的程度，它的口感是没有啥区别的。玩糖的人是开封百记花生糕第3代传人，那都是纯凭经验来，凭手感，凭眼力。要是一糖熬得好，花生糕就能吃出那种外脆内软、层层叠叠的绝妙口感。可如果熬得不到位，花生糕都不好意思叫自己甜点。开封有属于自己的茶粒和巧克力工厂，不管是家中过日子，还是串门走亲戚，总少不了点心的影子。花生糕的这个特点呢，就是香酥啊，然后口感特别好啊，特别的甜啊，然后呢就是花生味儿也特别的浓。就是我从记事开始，然后家里边然后身边都是这个，就每天生活里边都有花生糕。小时候来说的话，对花生糕的概念就在家里边做，就是都纯手工的，就没有任何机器设备的。在开封人眼里，花生糕早已不是一味简单的甜食，用最传统的黄草纸打包，上面盖着一张印有白记花生糕的红色纸头，就这么滴溜着细细的纸绳走街串巷。在他们手中，点茶和花生糕早已不只是手艺，而是穿越千年的传承游戏，让历史在一代代人的口中延续。没有花哨的包装，也不追求潮流时尚，只有最朴素的手艺和最真挚的情感。里面包着的不仅是浓香酥甜、四四方方的块块糕点，还藏着一整套功夫大宋点茶，像是这块土地上一年年一层层的记忆累积。老上家元宵，元宵，老上家
没有元宵滚到心坎里的冬天，都是在将就。你要多少师傅？13块钱30个，基本上都是1斤8两。煮了肉煮10分钟，开的可软哈。北方滚元宵，南方包汤圆，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，包出来的汤圆更方便冷冻储存，而元宵工艺更为复杂，且只能现制现做。元宵讲究的是滚，每一颗元宵都经历了无数次的翻模打磨，糯米粉在大锅里翻滚，一点点粘上去，等它们下锅漂浮起来的那一刻，仿佛已经闻到了甜蜜的信号。咱这都是用的老了传统的方法了，石头磨的，有芝麻、花生、核桃、山楂、橘子、薄荷、巧克力，8个味的，这它一个劲儿速度，当天卖当天东西，不存东西，所以一直都要保持这种新鲜的。也只有在一些北方城市，才偶尔可见依然倔强生存的现场鬼元宵传统作坊。老上家元宵对于开封城的老百姓而言，算是对这一口传统美食最忠实的坚守。徽宗皇帝呢，从《养儿妹》的这首诗里面呢，就告诉我了开封城当年呢之豪华，当年之美丽，当年之雅致。它呢整个就是一个花海，所以说呢，开封城呢是梦中的开封城，而今天的开封城呢，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努力恢复成梦中开封那种1000年前梦中开封城。尝一口传承1000年的宫廷风味，从生活的琐碎中夺回自己的生命力，在忙碌的日常中给自己留一个下午茶的间隙，重回东方文艺复兴时代，仿佛置身于宋代文人雅集。这些简单却不凡的味道，于繁忙喧嚣间找回属于开封的独特仪式感。开封是个中气十足的城，因为这里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城市中轴线1000年从未变动的都城。因为中字放在开封人的嘴里是祖传的全能神器。更妙的是，这里还藏着一整套豫菜的中式哲学。一勺调和出味就在这座城里。豫菜的当家菜得看鲤鱼和背面，这俩先祖 CP 后入国宴，在这中原之中无菜能敌。在刘经理眼里，摸鱼是门学问。刘经理对自己的标准是上班必须摸鱼，并自创一套选鱼法则。首先得本地户口的黄河大鲤鱼，再者鱼的颜值不能低，鱼鳞的亮，鱼尾的红，鱼眼的清澈。被夸的鱼突然被扼住喉咙，有时候被人看上未必是件好事。切换好状态，赵哥是这场美味盛宴的导演，对食材的处理简直堪称艺术，双手掂量着鱼的重量，8个机位近距离检查鱼的状态，挥刀如舞，鱼身逐渐泛出银亮的光泽，每一块都保持着鱼的完整纹理。赵哥对自己导演的作品很满意，裹上面粉，然后又要经过一道滚油的洗礼，热油瞬间包裹住鱼肉，在7秒记忆的鱼生里被炸得金黄焦脆。先炸鲤鱼，再备龙须面，赵哥不会轻易说出一个面团倒发如丝的背后经历过什么。对这个组合味道的平衡拿捏，偏爱这道菜的老食客都懂。藏头溜冰面的制作技艺呢，它很独特，把软溜和红汁溜技法通用，为河南独有，以开封为代表独步多年，以活汁著名。所谓活汁呢，一来有2节，一是溜鱼一汁汁需要达到翻出泡花的程度，就像鱼眼泡一样，称作汁儿要红活。二是呢，它取方言中褐之谐音。吃鲤鱼背面讲究的是先食龙肉，后食龙须，
鱼肉酥脆带劲，龙须面细如发丝。这可不是随便乱来的混搭，而是豫菜里酸甜调和的绝佳范例。酸不霸道，甜不腻味，一切讲求平衡，讲求不偏不倚。作为开封本土最尊贵的河县代表，从宋朝到现在，这里的百姓极尽所能，用代代相传并不断改良的烹饪技法。这道菜的前身是北宋年间在开封地区盛行的宋嫂醋鱼，后来经过开封历代厨师总结改进，细如发丝，可穿针引线，点火即燃的手拉背面，彻底达到菜品巅峰。开封的宴席不光靠一条鱼撑场面，有道菜可是开封人的压箱宝，吃了它，年夜饭才算圆满。一口下去，直接被扣进家的怀抱。老开封啊，对吃口丸是情有独钟。我们小时候只有到春节才能吃。蒸菜用完，吃菜要扣，故称扣啊。赵哥在现场对于食材和镜头的掌控十分细腻，人狠话不多，闷头就是做。现在即将打开的是一段专属赵哥的美食宣传片，食材按部就班的排好队，等待着赵哥喊开机。先是精挑细选的五花肉，每一块都要符合赵哥那套独门标准，不肥不瘦，皮厚肉嫩。这可不是简单的蒸肉，而是一出脂肪与鲜香的华丽交响曲。赵哥细心地将肉块和芥菜一层层叠好，最后盖上碗扣，送入蒸笼。蒸汽升腾间，厨房里开始弥漫着扣碗特有的香气，浓郁却不失平衡。这是一道能从初一吃到15的年味。它在选肉啊、炸汁啊、蒸的时候，它都有讲究。芥菜呢，在锅里边啥原料都不长，在锅里炒一炒，把芥菜的水分让它出来一些。这样呢，水分一少，你再放笼里蒸的时候，肉上的油要浸到这个芥菜里边，所以说你吃肉肉香，吃芥菜芥香。待到蒸熟揭盖的那一刻，赵哥站在一旁摆出官方的微笑。这顿美食大片结束，赵哥喜欢用作品说话，此刻无声胜有声。重的是心意，讲的是排场，是在宴席里端上来，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在酒过3巡后，吃完这顿压轴菜结束回家，是一个让人不吃难受，一吃就是从初一吃到15的年菜噩梦。在开封的街头巷尾，每一道菜都是一段记忆的重现，每一口都是与一座城打交道的瞬间。品味那熟悉的一餐一食，或是在一桌丰盛的宴席之间，开封总能用它独特的味道，让你在这里找到心安的感觉。这里曾是繁华的宋都，天下的中心，历史的滤镜渐渐褪去，这座城从天下第一变成了天下之一。历史教会了他们如何在跌宕起伏中找到自己的节奏。开封一度被称为诗意的城市，他们也有恨铁不成钢的瞬间，但大多时候，这里的人们还是笑着过好自己的生活。早晨在四门喝上一碗热汤，开启一天的忙碌，依次品味着开封宴席的丰盛。在下午茶时刻稍稍松弛，最后以扣碗温暖收尾。开封就这么一口口吃进心里，下次再来开封，别急着找什么必打卡景点，慢慢吃，慢慢逛。毕竟这座城最会的就是如何在其中找到最舒服的节奏。记得给胃留点空间，因为这座城总有一桌饭在等着你，吃好喝好，再中一次。